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明年对于你们来说是什么样子的？你们会完成怎样的成长和蜕变啊？会有怎样的好消息在等着你们？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那么第一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 Ace of Swords 宝剑一啊，宝剑本身它有一种穿刺和突破的属性，就是说明年对于你们来说会有一个学业或者说事业上的大的突破，你们可能会做出一个以自我价值为前提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和改变就会让你们完成这种突破这种无论是在现实层面当中的成长，还是精神层面的自我突破都会让你们构建起一个比较稳固的人生。而你们的职业安全感取决于独立性、弹性的工作时间，还有你们自身强烈的信念，以及能否带来冒险的感觉，能否不断的突破自己的能力边界和认知边界，不断的做一些能够带给你们价值感和成就感的工作。所以说宝剑一啊，1年以后的你们就会实现这样的一种职业上的目标有一种相对弹性的工作形式。而且宝剑本身的话，1年以后的你们应该掌握了一门很重要的核心技能这把宝剑它就是你们自身的一个核心竞争力，你们会把这把宝剑牢牢的握在手中，能够帮助你们披荆斩棘1年以后的你们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会得到大大的提升。宝剑它象征的就是这种语言思维还有表达，你们有着清晰的职业规划，都会在1年以后显化出来。而且呢，这张宝剑1年以后你们可能会解决一个在当下你们认为非常棘手的问题。你们现在面临了到一个令你们感到很焦虑的问题，其实在1年以后会随着你们个人能力的成长而迎刃而解。你们现在正在寻求这种事业上或者说学业上的突破企图抓住事业宏图的命脉。那这把宝剑就是说你们在1年之内会得到一个机会，宝剑的这个机会能够让你们完成一种自我超越和自我突破。而且宝剑它对应的这种风向特质它象征的是一种自我。我觉得在接下来的1年当中，你们最大的突破就是因为你们的这种自我不会再为别人对你们的看法而担忧，你们能够真正自由的去做你们认为对自己来说最好的事情。只有在你们不需要外来的赞许的时候才会变得更自由。而我们抽到的这张 Judgment你们会把自己紧紧的包裹起来，这代表的是外部世界对你们的这个评价或者说对你们的这种期待，你们会产生免疫这2张牌结合起来的话，我觉得在接下来的1年当中你们一定要为自己而活，一定要任性，一定要一意孤行大部分人的建议你们都不用听。第3张牌呢 Star 星星牌我觉得在这张牌面上我们可以看到银河它是一种非常大的格局和使命我觉得抽到这组牌你们应该能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你们的人生是有一个非常宏大的使命和蓝图的。你们不会接受一个碌碌无为的平庸的自己，在你们的命运的剧本当中你们的格局是很大的，你们的人生上限很高，但是可能下限也会很低。所以说这张星星牌就是说你们在某个领域尤其是涉及到这种创造的艺术的想象力的领域当中你们是能够有大成就的。你们应该让自己的思想漫游在宇宙当中，所以说你们的人生可能会很跳跃。在接下来的1年你们的人生密度会很高，你们在1年当中可能会完成你们过去2到3年都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而且宝剑和这张星星牌的结合你们的这种敏锐的思维和你们自身的直觉能够让你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你们的野心很大，同时你们也知道自己有这个本事，你们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也知道自己怎么做才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们的这种太过清晰的思维有的时候也会让你们走向一个自我怀疑的困境里边。所以说呢，在这组牌面当中你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关于你们未来的那个伟大的构想它很容易让你们停留在表面上，停留在想象当中。你们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拖延，行动力不足，想得多但是做得少，这是你们最大的问题可能你们之前一直把行动力用在了错误的事情上面，本应该做事情 A， 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却做了另一件事情 B。所以说
这组牌的话，给到你们接下来一年的建议就是，你们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对你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该做什么，什么是可以放一放的，做好分内的事，不要让无关的人瓜分你们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第二点呢，就是你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怕苦怕累，你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事情，但是因为那个事情太难，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内心当中会望而却步啊。但是也是因为你们的命格很大，你们的完成的那个目标太大，会让你们有一点望而却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们需要做的就是你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论啊，就是那些看起来很宏大的事情，它都可以被瓜分成无数个小的目标，100%是由100个1%组成的，一下子达到100%可能有一点难，但是每一次你们全力以赴完成1%，那把你们的行动力分散到接下来的一整年当中，而那个看起来遥不可及的目标啊，其实你们是完全有能力够得着摸得到的。那么第4张牌呢，星币8，我觉得这张星币8呢，它是你们完全沉浸在某件事情里边，可能会继续的深耕在某个行业里边去学习啊，沉浸式的学习会带来大量的回报，精神层面的成长，你们会用知识来武装自己啊。接下来的一年你们要注意啊，不要沉浸在自己的优势里边恃才傲物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啊，像牌面当中的这个人一样，低调的默默的付出，听从内心的指引，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边。等你们一年以后再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原来你们已经完成了如此之大的飞跃和成长。接下来的一年呢，你们会有意识的去阻止一种碎片化的生活来损耗你们，就是说你们会留出一大块空白的时间去提升自己，那一大片空白的时间留给你们去做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时间做最重要的事情，朝着这个方向不断的前进啊。所以说在一年以后你们整个人呢会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啊，整个人不再是松散的。而这张宝剑十呢，我觉得在接下来一年当中你们会解决无数个棘手的小问题，或者说当下的你们可能在面对你们眼前排山倒海般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一点束手无策，甚至是想要摆烂破罐子破摔。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你们会抽丝剥茧，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解决。你们每解决一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它就会给你们带来一套成熟的方法论一开始是最难的解决第一个问题是最难的，但是你们越到后面你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你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也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所以说一年以后你们会成为这个圣杯女皇，你们会将内心当中的不确定性都转化为一种顺势而为皮实之修，玉石之通，造石之止，心有清净，自然生长。你们整个人会呈现出一种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温柔，因为内心的强大而生发出的体恤式的温柔。你们经历了很多，所以说你们才变得宁静专注，向往简单，相信缓慢平和细水长流的力量。看似轻缓温柔的动作也蕴含着无限的张力这就是你们一年以后的一个状态。而且呢，这张圣杯8你们在一年以后会勇敢的告别一个旧的环境，放下你们现在所拥有的，去踏上一个追逐自我的人生旅程我觉得这张圣杯8呢，它是你们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你们整个人的人生发展就是在不断的做减法，你们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留下的人也会越来越重要，你们身边的事情会越来越少，而留下的那些事情也会越来越重要。做减法它永远是一种智慧，所以说你们才会主动的去放下你们拥有的一切，去往更高处你们会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找到你们人生的使命和意义。如果你们纯粹的依靠意志力长期的坚持做某件事情，那你们必然会放弃，你们的计划必然会失败。你们之所以能够长久的坚持做某事，多半是因为热爱、擅长、有意义这三者的结合。所以说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你们会找到一个你们既热爱又擅长又能够带给你们价值和使命感的一个事情，并且你们会为此而不断的努力。那么这张星币1呢，就是你们在保持自己专注的过程当中这个财富就会向你们涌来。一年以后，你们在财富的这个课题上会有一个大的突破，而财富的这个课题呢，它其实不是你们最重要的那个课题，它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们专注在某件事情上，然后不断的把某件事情做到极致，它就会产生一种正向的能量流动产生极大的社会价值，而这种财富就会自然而然的向你们聚集而来。在一年当中呢，你们会因为专注的投入去做某件事情，
而意外的抓住一个行业、一个领域当中发展的风口，抓住一个商机，去帮助你们实现一个财富等级的跃迁。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第二组牌，首先第一张牌就是权杖六啊。权杖六它其实象征的是一种心想事成，也就是说你们在这组视频里边会许下一个愿望，1年以后你们会实现它。1年以后，这也是你们的一种状态啊，你们会活在阳光下，活在坦荡、真诚和不羞愧当中。你们会选择以一种更阳光的方式，更积极的状态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啊，可能会接触很多大自然的这种能量啊，会定期的带着你们的心出门透透气，晒晒太阳。也就是说在1年以后，你们会走出这样的一种封闭的状态，彻底打开自己的心。而这张权杖六呢，它也象征的是一件事情在1年以后会得到一个非常圆满的收尾，你们会有始有终的完整的去做一件事情。你们在完整的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自身会得到极大的成长和历练，可能是完整的去谈一次恋爱，独立的去完成某个学业论文，或者说在事业上面你们会单枪匹马的做出非常耀眼的个人成绩。而这张恶魔牌呢，你们在这1年当中会正视自己内心当中的欲望啊，正视这种欲望恰恰说明了你们不会成为欲望的奴隶，你们会利用欲望的这种工具来达到你们想要达到的目标。你们会在这1年当中看清楚自己内心当中的阴暗面，这种阴暗面可能包含了你们的这种欲望、贪婪、傲慢，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有阳光和黑暗的一面，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内心当中的这种阳光和黑暗，重要的是我们选择成为什么，那才是真正的我们。所以说我觉得在这1年当中，你们会更多的向内看啊，向内求索，看清楚自己内心当中真正的状态，知道你们真正渴望什么，你们才能够更好的拥抱未来。所以说这个 devil 啊，恶魔牌啊，有一半脸是被阴影覆盖的，就是说在这1年当中，你们会经历一些令你们感到失望的事情，而成长的代价就是会经历这种失望。其实失去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你们在失去当中得到满足，在失望当中会学会珍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明白万事万物的来和去它都是有安排的，有其内在的运行逻辑和规律啊，不要刻意的去寻找，也不要强行的挽留，来的时候就让它来，走的时候就让它走，顺其自然，顺势而为。那么这张 Ten of Cups 啊，权杖10啊，圣杯10，你们的内心当中会燃起一团火啊，可能说在这1年当中，你们会依靠着你们内心当中燃起的这团火焰，支撑自己度过很多道坎。这团火焰其实就代表的是你们即将，或者说你们之前经历的一些人生的失望、动荡，但是你们依然会愿意相信美好。你们会非常真诚的去相信这种美好的时候啊，生活就会愿意治愈和回馈那些愿意相信美好的人。所以说你们在某件事情上的坚持会让你们成为奇迹本身，而奇迹只会降临在那些身怀希望和信仰的人身上。1年以后的今天啊，你们会笑着讲述那些曾经令你们悲伤的瞬间和一段难以想象的孤独的旅程。同时也不要因为害怕落后而产生巨大的焦虑啊，在你们的时区里边，一切都会准时到来。所以说这团火焰啊，代表的是你们个人的内在的力量与完整程度取决于你们对生活价值的信仰程度啊。你们的信仰程度越高，你们的内在力量和完整程度也就越高。这团火焰，只要这团火焰在你们的内心当中持续的燃烧着，你们就能够不断的重整自己，不断的持续的创造自己。而这张圣杯8呢，这张牌很特别啊，它有一点像是什么呢？削发明志。你们会为了做某件事情，放弃掉一些你们引以为傲的东西，放下自己的身段，降低自己的姿态啊，预示着你们会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崭新的姿态去走向未来。我觉得在1年以后，你们整个人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无论是你们外在的容貌、你们内心的状态、你们的心境、价值观，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你们会改变自己穿衣的风格啊，你们的发型啊、妆容啊，对外呈现的一切都会有一个彻头彻尾的变化，这源自于你们内心的状态发生了改变。1年以后的你们会变得更从容啊，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你们在1年前可能说你们自身的这种巨大的容貌焦虑和年龄焦虑本质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们是活在自己的时区里边的，在你们自己的时区里边只有你们自己，你们会停止拿自己和别人比较，会远离一个给你们制造焦虑和恐慌的环境啊。
所以说这张权杖五，你们在这一年当中会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啊，你们会顺利的通过这个考试，能够让你们从这种混乱和混沌当中走出来，去往一个新的环境。这张权杖五其实也是你们自身状态的一种体现，你们的兴趣很多，选择很多，想法很多，它是一种非常饱满的活跃的状态，导致你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该爱哪一个，选哪一个，到底哪一个想法是对的。所以说手持权杖的这些人可能都是你们的自我，你们找不到自己的一个统一的风格，统一的形象来定义你们自己，你们是如此的多变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有着很强的这种双子或者说天蝎的能量，一年以后的你们会接纳自己多变的风格，因为本身复杂和不可被定义就是你们自己的风格，你们会处理好这种混沌和混乱，在这种混沌和混乱当中发现一个上升的阶梯。你们自身的这种复杂多变的情绪和想法，能够意外的让你们发现人生当中的另外的一种可能性，或者说某个职业某个领域刚好和你们自身的这种复杂多变的风格完美的融合到一起啊。所以说这应该是一个需要你们自身拥有非常强的创造力啊，非常独立的想法的一个行业和领域。而这张力量牌啊，这张力量我觉得是在一年以后你们整个人会变得非常的出众啊，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你们会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愿望，你们内心当中的某种野心正在觉醒，你们正在一点点的拥有掌控自己生活的力量，掌控全局的力量。之前因为你们不敢接纳自己原本的样子，不敢认同自己想走的路，而不得不顺从世俗价值观，让自己假装和他人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出格之处。可能你们还会隐藏自己的某种身份，小心翼翼的活在人群当中。那么第三张牌呢，圣杯二啊，你们会找到一个能够和你们心心相印的伙伴，可能在这一年当中啊，你们会找到那个，或者说遇到那个属于你们的正缘，会有一个人出现，能够让你们卸下自己所有的伪装和防备啊。这个人的出现呢，并不是为了让你们去迎合他，而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你们终于可以更好的做自己了。当然呢，这张圣杯二它的另一个层面的解读就是手拿圣杯的两个人都是你们自己啊，只不过一年以后你们内心当中的两个不一样的完全不同的自我会达成一种和解，而现在的你们可能处在一种很偏执的状态当中啊，内心当中的某种执念没有放下，内在的两个完全不同的自我在互相的博弈，就会让你们整个人看起来很纠结，很挣扎，很彷徨。你们太需要安全感啊，有着很强的控制欲，太难以获得满足感，这会让你们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开始领悟如何与自己和解。这张星币七啊，在未来的一年以后，你们会硕果累累啊，取得很大的成就。而一年以后你们取得的这些成就，收获到的这种财富，其实源自于你们每天日复一日的重复的去做着某种可积累的有价值的事情，因为附着于生命当中的诸多美好的事物，比如说爱、美德、智慧、知识、成就、才能，包括财富啊，它也具有生命一样的特质，它需要持续的去积累。那些大事业、大学问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必须要循序渐进，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追求才能够有所成就啊。所以说你们必须要具备那种坚韧不拔的百折不挠的精神，甚至需要有一种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有的时候呢，可能包括当下你们内心当中有一种强烈的不平衡感，因为你们踏踏实实做事，但是比不过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但是你们要相信啊，命运不会亏待你们的。看起来你们走的是弯路啊，看起来你们在原地踏步啊，其实你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必经之路，因为在一年以后啊，你们会因为自己的踏实和坚持实现弯道超车，而那些试图走捷径的人反而会因为自己太过迷恋那些廉价的诱惑和快感，3天打鱼2天晒网。所以说你们要做一个长期主义者啊，一定要相信长期积累带来的力量，这种量变就会产生质变。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那么第三组牌我们抽到的第一张牌 The Emperor， 一年以后的你们整个人从牌面上来看啊，非常的有力量感。这张皇帝牌给我一种深藏不露的感觉，也就是说在这一年当中啊，你们可能会再一次的完成像毛毛虫一样破茧成蝶的这样的一种蜕变，有的时候你们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到，在你们经历了一些事情，或者说遇到了某个人之后，你们就像换了一种性格，悄悄的告别了从前的自己。
你们可能会用一些东西把自己武装起来，把自己保护起来。1年以后，你们可能会掌握某种过硬的核心竞争力，你们会成为一个团队当中的领导者，非常核心的岗位，掌握着某种核心的权力和资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会把最真实的那个自我隐藏起来。1年之后，你们会真正意义上的成熟起来，而这种成熟的标志就是你们会戴上一个面具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们会有非常优越的富足的生活作为保障啊。但是呢，我从这张牌，其实我看到的是你们整个人会变得有一点封闭。这种封闭呢是内在的封闭啊，你们对外其实是那种八面玲珑的，你们能够很擅长社交，但是其实社交或者说建立连接这个过程本身会消耗你们的能量。你们不会把自己的这种情绪的起伏写在脸上啊，即使内心再怎么波涛汹涌啊，你们整个人看起来依然是那样镇定自若，一切尽在掌握。可能这种强大也意味的是一种孤独吧，这是你们选择的一种人生啊。走向强大也意味着走向了和人群对立的另一面。而第2张牌呢是星币1，你们额头上的星币代表的是在接下来的1年内，你们自身的灵性智慧会有一个觉醒啊，可能你们有着双重人格，刻意把自己的灵性隐藏起来了，不然你们会担心自己和当下的环境格格不入啊，你们非常容易陷入到抑郁的情绪里边啊，因为清醒所以孤独，看破不说破。这颗星币呢，你们额头的正中央啊，它就像是第3只眼一样，你们会看透事物发展的本质，或者说在一件事情还没有开始之前，你们就能够看到它的结果。你们自身的这种灵性智慧的觉醒，能够让你们在自身思想境界上达到另一个层面。而有的东西呢，看起来是在碾压你们，其实是在解放你们，因为你们在这1年当中啊，在某件事情把你们压抑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强力的反弹，像弹簧一样。任何给你们压力的东西都是在让你们觉醒。这个觉醒的关键就是在接下来的1年当中啊，你们可能会给自己的人生留出一个空白的时间段。你们接下来的1年会有这种省略、空白还有停留，在那些停顿留白的空间里啊，是时间的关节，是美和创造力滋生的空间，让你们得以思考并从中得到觉醒啊。所以说我觉得在接下来的1年当中，你们会抽时间啊，给自己好好的放一个假。你们会在这个空白的时间窗口内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拘泥于一种不断重复的和循环的生活模式。你们会打破这种不断重复的人生模板和框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活。第3张牌呢是正义啊，正义牌呢，我觉得你们是那种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啊，天生富有非常强烈的正义感，可能会让你们从事的工作就是帮助别人，给别人一个公正的结果啊。会涉及到咨询、法律，或者说在一个很庞大的事业单位里边担任要职，你们会成为那个有能力去裁决纠纷，甚至有能力去决定一个事情发展方向，甚至别人命运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而且呢，这张正义牌就是说你们1年以后啊，要注意自己的眼部健康。你们的工作啊，可能会大量的用到你们的眼睛啊，你们的眼睛会很疲劳，可能说要大量的阅读文件啊、书籍或者说资料。而这张权杖4呢，我觉得在接下来的1年当中啊，你们要尝试着去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事业根基，它就像是一个生产资料一样，你们会专注而不是分散的使用时间，集中时间在一条线上，朝着一个方向和目标持续的积累，才能够实现常人不易实现的目标，取得常人难以取得的成绩。这就是做时间的朋友。而且呢，你们在这1年当中会专注在一个自身事业或者说根基的打造里边，这1年可能会很辛苦，但是这1年的时间会给你们自身的事业打下一个腾飞的基础。接下来的1年是你们向下扎根的1年，你们的自我进化就像是一棵树的成长一样，你们在接下来的1年会在一个领域当中崭露头角，站稳脚跟，然后推动自己进一步的去完成这种自我进化和成长。那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6，我觉得接下来的1年你们整个人会可能变得很慷慨啊，乐善好施，你们不会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会把自己分享出来，奉献出来。你们会和很多人建立这种要么是金钱上面的连接啊，要么是就是说这种会有一种利益上的连接，你们自身会成为一个，就是说你们会成为一个利益链条当中的最核心的那个角色。
最顶端的那个角色啊。抽到这组牌的一部分人，你们可能会成为一个创业者，或者说身居要职啊。而且呢，你们在这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啊，这个星币六它也是一种乐善好施，会做一些慈善，而且本身你们有着很强的良知和正义感，任何不公正的事情你们都会出一份力，发一片光，不遗余力的支持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呢，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你们的身份也会发生改变啊，你们会成为一个领导者，会有一些人来执行你们的意志和想法，你们会成为一个生产资料的拥有者，打下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人生和事业上的根基。第二张牌权杖三啊，你们会在一年以后可能会阴差阳错的来到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在你们一年以前你们甚至都不敢想象，但是命运的玄妙呢，又往往能够超出你们的预期，可能因为你们意外的去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用了正确的方法，在正确的行业当中，借助行业发展的东风，一举把你们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所以说你们在别人的眼中有一点神秘啊，忽远忽近，可能身边的人或者说周围的人他们无法抓住你，但是也追不上你，所以说会给你们一种会给别人一种没有办法看透你们的感觉。你们会走在前面啊，走在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上，而且你们自身也拥有着强大的能力啊，别人努力很久的目标你们也可以轻易的做到，但是你们痛苦的点在于，可能你们想要的和你们擅长的似乎没有完全保持一致啊。你们的心理年龄会非常的成熟啊，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你们的灵魂很敏感，你们会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你们很害怕受到伤害。但是无论如何啊，我觉得抽到这组牌，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你们自身的事业或者说在学业上都会有一个飞跃式的成长。这组牌的你们其实是有一点偏执的，有一点一意孤行，但是正是因为你们的这种偏执和一意孤行，能够让你们真正意义上的顺从自己内心当中的指引和想法，去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去挑战你们的命运啊，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特立独行的道路。那么这张星币女皇呢，你们手中的星币啊，我觉得在接下来的一年它是非常踏实的一年，你们从来没有哪一年能够像这一年一样把自己沉淀下来，在某个领域当中深耕。一年以后，你们不会用你们在哪里上班或者说做什么工作来定义自己，你们会用我有什么能力，我在哪些方面可以帮助到别人，同时获取收益来作为自己的标签。所以说这张星币侍卫啊，你们手上的这颗星币啊，一年以后你们坚持做的那件事情啊，会给到你们巨大的回报啊！你们的真诚，你们的勇敢，你们的信仰会得到宇宙的嘉奖。相信我啊，上天他会厚待那些勇敢的、坚强的、多情的人。如果你们爱着什么东西，渴望着什么东西啊，相信我，你们就去爱吧，去渴望吧。只要你有着足够强大的愿望，你们就是不可战胜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